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几个比较经常见到的控糖的误区啊。对于初学的同学们来说，就认为控糖就是甜的东西别碰。我首先要澄清一下，控糖的概念比这个稍微复杂一点。你们理解的糖呢，就是来自于甘蔗的糖，每100克的蔗糖的热量是400千卡。那么这400千卡，100%都是碳水化合物，全部都是糖。糖的热量每1克就是4千卡，100克的糖达到了400千卡，说明这100克的糖巴巴实实的就是100克的糖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一件事情？因为我下面一个东西要介绍给你听的，是我们平常大家经常吃到的大米。每100克的大米，它的热量是346千卡，所以跟糖来比的话呢，糖是400，所以每100克的大米，这346千卡里面有89%是糖。那如果你把这89%换算出来变成克，每100克的大米里面含有77克的糖，在你的消化系统里面就会被你的身体转变成葡萄糖了。那你说 OK， 我听人家说过大米的含糖量很高，我们可以吃粗粮。那吃粗粮你吃到了什么呢？大米的粗粮就是糙米。我们看一看糙米的数据是什么呢？每100克的糙米热量是348千卡，比大米还要多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糙米外面的一层麸皮啊，上面还有一点少量的脂肪，还有是一点少量的蛋白质，大米上面没有的。所以糙米的热量比大米稍微多一点点，其实糙米的营养价值比大米高，但是它有84%的热量是糖。84%的热量换算成糖的话呢，75克。所以如果你以为你吃糙米就等于在吃含糖量比较低的食物，数据告诉我们你错了，这是一个被误导的观念。很多人会说，老师你错了，因为这些糙米这些粗粮的升糖指数比较低。我跟各位说，我们平时要控糖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含糖量，因为含糖量多，胰岛素反应就多，我们希望降低胰岛素的反应，所以我们要把糖的量往下控制。升糖指数是什么？英文叫做 GI Glycemic Index。升糖指数其实告诉你的是这个食物升糖的速度，它没有在告诉你这个食物的含糖量。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西瓜的升糖指数很高啊，但是西瓜的含糖量并不是太高。你仔细看100克的西瓜含糖量跟100克的大米是不能比的，因为100克的西瓜里面水分很多很多啊。所以一个升糖指数很高但是含糖量很低的食物，你吃下去了以后，它引起的胰岛素反应是根据含糖量来的，不是根据升糖速度来的。所以你吃了100克的西瓜，胰岛素反应可能是这样，可是如果你吃了100克的大米，胰岛素的反应可能是这样，因为它的含糖量不一样。所以当你在选择食物的时候，升糖的速度重不重要？我不能说它不重要，但是它次要，含糖量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是我们控糖饮食里面的人最容易犯的误区，就是对于含糖量没有正确的认识。究竟多少含糖量引起多大的胰岛素反应，跟我们身体有多少关系？在这一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是让人最困惑的。因为你不知道，那所以你会问我说，老师，那我吃半碗米饭如何？我吃一个馒头，一个拳头的米饭如何？我吃一片面包如何？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最容易产生困惑。你晓得你的血糖升到一定的程度了，你身体就会制造胰岛素出来处理它的。我们控糖的目的就是希望身体尽量减少胰岛素的反应。大概我们的血糖超过 5.5 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就会出现胰岛素反应了。那 5.5 是多少糖呢？你如果用血糖仪去测的话，它给你那个单位上面写的 mmol， 一个杠再一个 l millimole， 我们普通人看不懂。我告诉你，可以用数学换算的方式算得出来的。一个70公斤体重的人，如果他的血糖是 5.5 的话，他血管里面的血液里面的葡萄糖总量加在一起不到7克。60公斤的人 5.5 的时候大概6克，6克到7克是很少很少的糖哦。如果说血糖超过 5.5， 胰岛素就要来了。那你现在仔细想一想看，你血管里面只有6克到7克的糖，超过6克到7克了，身体就会有胰岛素反应的。你现在用100克的大米煮成的米饭大约1碗到1碗半，吃下去了以后，中间有少量的损耗，我们就忽略不计了，转移到你血管里面的糖有77克，是你原本血管里面的糖的多少，你知道吗？1100啊，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糖啊。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要制造很多很多的胰岛素来处理它。那我们刚刚解释的仅仅是100克的大米所制造出来的糖，
在我们饭桌上含糖量比较多的食物，比方说饮料，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喜欢喝果汁，喜欢喝奶茶，喜欢喝加了糖的饮料，含糖量非常非常高，而且你喝完了以后还想再喝，你摄入糖的量我们已经算不出来了。在我们饭桌上排名第2位的含糖量高的食物大概是甜品了，甜食了，不管是西式的甜食还是中式的甜食，一般来说都是用面粉，面粉是高含糖量的，用糖，糖是高含糖量的，所以这个呢是高糖炸弹甜食，在我们饭桌上排名第2位的。在我们饭桌上排名第3位的才是我们吃的主食，米面，各种粉，各种粉条，各种米面的加工制品。在我们饭桌上排名第4位的含糖量的食物，大概是根茎类的食物，土豆、番薯、紫薯这一类的。排名第4位的还有水果，排名第5位的就是做菜用的调味料。做菜用的调味料是很多人忽略的地方。你可能会想说，调味料里面这么一点点，需要斤斤计较吗？听清楚了哈，我们不需要斤斤计较，可是我们把它全部加在一起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些糖吃到身体里面以后统称为糖，全部加在一起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你一顿饭里面吃下去的糖是你血管里面原本 5.5 的时候那6克7克糖的2000%，甚至于3000%，那是非常非常多的糖了。如果你对这个认知没有清楚的认识，你在做控糖饮食的时候每天都在雷区里面踩雷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所以呢，真正要控糖的人需要关注数据，你需要学习数据，你要到电脑，你要到手机里面去关注你吃的食物含糖量究竟多不多。你如何判断你的食物含糖量多不多？你看这个食物，它第一，你看它的热量多不多；第二，你看它这个热量里面有多少来自于碳水化合物，那个多少就是糖。